何英秀并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让自己躺进浴缸里，但她见女儿此时满脸期待，于是便没有多问。待她把脖子以下的身体都泡入浴缸之后，苏若离便将重塑丹拿出来，嘱咐道：妈，叶先生说您吃过丹药之后会熟睡过去，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会一直在旁边守着您的。说着便将叶晨给他的重塑丹放入了何英秀的口中。何英秀对女儿笑了笑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便感觉大脑一阵空白，整个人便失去了意识。苏若离见妈妈已经失去意识，便一动不动地守在浴缸前，期待着奇迹发生的那一刻。与此同时，陈泽楷带着苏守道在卡地亚的店里找到了一枚价值130万美元的高定钻戒，这已经是这家店里能买到的最好的一枚钻戒了，但在苏守道眼里仍旧有些小家子气。他忍不住问那个年轻的女销售，只有这么大的了吗？有没有更大一点，纯净度更高一些的？华裔女销售有些紧张地说道：先生，这已经是我们店里最好的一枚钻戒了，而且平时这枚钻戒也不在我们店里，按照公司要求，它是在纽约多家门店巡回展出的。今天上午才刚到这家店，您要是昨天来的话，我们店里最好的一枚钻戒，其实还不到这枚钻戒的零头。苏守道看着那枚已经大得有些夸张的钻戒，一脸嫌弃地说道：可是你这个也确实不够大啊，颜色也不够稀有，我是打算求婚的，这有点拿不出手吧？女销售听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问：先生，不知道什么样的钻戒在您眼里才是足够大、足够稀有的？苏守道想了想，随口道：怎么也得是罕见一些的蓝钻或者粉钻、红钻吧，价位至少在500万美元以上，起码不掉身价。女销售此时已经分不清苏守道是在说实话还是开玩笑了，但职业素养还是驱使着她耐心解释道：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您说的这几种钻石，我们一般都不会放在店里零售的，大部分都是专门给客户定制，甚至有些就直接上拍卖会了。一旁的陈泽楷对苏守道的话倒是并不稀奇，毕竟是苏家当初的大少爷，100来万美金的钻戒肯定入不了他的法眼。不过陈泽楷也知道现在时间不允许他过于挑三拣四，于是便低声提醒道：苏先生，咱们时间有限，店里的客观条件也有限，今天晚上您要是想找到一枚能让您完全满意的戒指，恐怕已经不太可能了，不如咱们就先买下这一枚，然后赶紧去看看西装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苏守道轻叹一声，点头说道：那好吧，就要这枚吧。说完他看向女销售说道：麻烦帮我结账，戒指就不用包了，我直接拿走。女销售整个人愣在那里，小声谨慎地询问道：先生，您真的要买这枚戒指吗？这可是130万美元呀。苏守道嗯了一声，掏出自己的钱包，从里面拿出一张运通百夫长黑金卡，递到那女销售的面前，开口道：抓紧时间刷卡，我还有事。看到这张卡，女销售才意识到眼前这位大叔竟然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佬，于是赶忙恭敬地说道：先生您稍等，我这就帮您结账。很快苏守道在账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便将这枚130万美元的钻戒随手揣进了兜里。随后他又在阿玛尼挑选了一套勉强还能凑合穿的成衣西装，虽说这套西装对普通人来说已经贵出了天价，但还是让苏守道颇为不满。对他这种级别的富豪来说，穿任何一家品牌店里做好的成衣都是一种侮辱。正常情况下，应该是这些品牌的顶尖制衣大师亲自登门，为他量好尺寸之后，完完全全按照他的身材量身定做，
这样的西装才能真正穿得出去。可是眼下也确实条件有限，苏手倒也不再纠结，选好了衣服，直接穿在身上，又将钻戒放入新西装的口袋，这才与陈泽楷赶回了客房部。酒店的工作人员也将准备好的99朵玫瑰花捧了上来。在华夏人的习惯里，99意味着天长地久，对爱情来说是个极好的寓意。好在酒店礼宾部准备的鲜花都是非常知名的顶级品种，每一朵都十分新鲜，娇艳欲滴，完美无瑕。而这个时候，浴缸里的何英秀睫毛微微颤了颤。一直不曾离开半步的苏若离发现之后，知道妈妈很快便会苏醒，于是便迫不及待地绕到了浴缸的右侧，轻轻伸出手去，顺着妈妈的右肩一路往泥浆里寻找。原本何英秀的右肩向下是一个垂直向下并且凹凸不平的窗面，她的手臂虽然是被人齐根斩断，但由于疤痕的无规则性，所以整个窗面就如同树皮一样，满是不规则的纹路与褶皱。何英秀平日穿着长袖，所以她断臂的窗面除了苏若离之外，几乎没人能看到。而从小心疼妈妈的苏若离，小时候与妈妈一起睡觉的时候，便经常抚摸着妈妈的伤口，关切地询问妈妈疼不疼，所以她对妈妈的伤口非常熟悉。可当他顺着妈妈的右肩摸下去的时候，那个仿佛悬崖一般的垂直断面并未出现，手中感觉到的是妈妈那圆润饱满的肩头。此时的苏若离手上已经控制不住，有些颤抖。随后他顺着妈妈的右肩继续向下，他摸到了妈妈的上臂、手肘以及小臂，最后是他从未见过更从未触摸过的妈妈的右手。这一刻，苏若离忽然间泪流满面。从自己懂事以来，她每年生日许下的愿望都是希望妈妈能够变成一个正常人。虽说她知道这种愿望根本实现不了，但她还是不由自主的要用一年最宝贵的许愿机会许下这个愿望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原以为最不可能实现的愿望，竟然也能成为现实。激动不已的苏若离与妈妈的右手十指相扣，将她的右手从泥浆中抬了起来，然后双手将妈妈的右手紧握。而这时，仿佛刚从全身麻醉中苏醒过来的何英秀，视觉从模糊开始变得逐渐清晰。当他看清眼前的苏若离时，一脸慈爱地问道：“若离，怎么还哭起鼻子了？”苏若离握紧妈妈的手，眼泪止不住地一直流，同时口中哽咽道：“我是开心才哭的。”何英秀根本没注意到自己被他紧握的右手，他已经断臂20多年，完全习惯了没有右臂的生活，所以他眼见女儿哭成泪人，下意识便抬起左手，想要去帮苏若离擦干眼泪。可就在左手快要触及到苏若离脸庞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忽然如遭雷击一般呆在当场，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视线范围内，除了自己的左手之外，还看到了3只手，2只是女儿苏若离的，另一只则是被苏若离紧紧握着的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